迎回来我的频道，大家好，我是阿斌，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如果你对装修有兴趣，或者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话，不妨来看看我的影片，我会用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话，在至于你面对这个案子，甚至是说你接下来未来要操作装修的时候的话，有一些多一层的考量哦。好了，那在这个影片主题开始之前的话，请不要忘记帮我按下我的订阅哦。好了，那接下来开始我们这个主题。其实，在一个居家空间设计的时候啊，不管是设计师也好，屋主也好，大家都要考虑到的层面其实非常的多。不管是空间的预算啦、收纳啦、机能啊、美学等等啊，那些我觉得都是其次。其实有一个东西是被大家忽略，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叫做风水。我通常都会问我的业主：你在意风水吗？在意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这个东西不先问清楚的时候呢，总是设计的东西不到位，然后呢，设计师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早点讲？你早说你有这么多的美感的话，你跟我讲就好了，我就会赶快把你这个东西弄到尽善尽美。那甚至是屋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这设计师怎么就是不懂我？你这种弄这种东西是不是想把我害死？所以呢，这个东西早点大家有个共识的话，你是不是早点就可以把这个完工，然后住进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家了嘞？所以呢，先沟通是很重要的，必须要先讲说你对风水的一个接受程度，甚至你的美感在哪里，对方才会知道哦。那基本上呢，我是风水派的，不管是你客厅你要坐在一个主墙，然后你要面向大门，然后去看这种大家的进出比较容易，或者是说你的小孩房，你不要去背靠你的大门，要不然你写字的时候你就会心神不宁，脚不要向窗啦，头不要压梁啦，这些基本的话，就算你不说，我在预设的时候会把它做好。但是因为呢，这种风水的这种学说实在是太多元、太多种了，不是每一个都是同一种学说。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去相信你所信的东西就好了。之前呢，我有一个设计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果说这个案子有风水老师先去看过的话，你千万不要跟他硬，你就跟他做好朋友，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这样就和乐融融，大家就会很开心。刚好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案子，他的小孩房呢，他就把脚向窗，然后头向门，然后旁边呢靠这个墙的还有一个梁切着他的一个肩膀，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压梁呢，还要去做的一个收纳柜，然后这个床你就很靠着门哦，你要把你的床去缩小，我就觉得不太合理啊，我觉得不太合理，以后我就跑去跟业主夫妇说，然后这个时候女主人就很强硬的就说，没关系，你就照老师这样做就好了，我又不死心，真的是很白目，我又不死心。我就跑去跟那个男主人说，大哥，要不要跟那个大嫂说一下，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床转过来以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就很好解决的。他说，设计师，我懂你说的，我也是比较赞同你这边的，可是那个老师是我老婆找的，然后他又很信他，没关系的，我们就照我们老婆做的好吗？这样就可以了。他也很怕被他老婆打，我们何必去破坏人家的家庭和乐融融的一个气氛呢？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情，不用去跟人家硬碰硬，因为人家既然会去找风水老师来看，基本上他就是信那一边的。你这个时候去刷存在感，你为了去跟他硬碰硬，你又得到了一个什么？自我实现的价值吗？不需要嘛，因为这个家最后还是人家要住的。所以呢，人家是风水信什么，跟你自己的信仰有没有违背呢？没有关系，大家做个沟通，好好讨论，最后就会解决出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了。好，那如果说是对方不懂风水，或者是没有风水的概念的话，你要让他了解，然后让他去评估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适合他。就比方说，如果他今天买的是一个新成屋的高楼层，那高楼层的话呢，通常就会有消防的管线，它的洒水头通常的高度都会变得蛮低的。然后再加上你到时候再牵冷气，冷气也会有管线，灯具回路，灯具也会有管线。在这些的时候，通常有时候他们都会提出一种想法，那我们就来做美式工业风吧。我不想要做天花板，我想要那种管线都裸露在外，这样子，我看外面这样做很帅。然后我就说，那你的天花板是要全漆黑色的吗？他们通常就会想着，黑色好像不太好。我就说，裸露管线的话，这是一种风格没有错，但是它适不适合在居家上面，你要考虑到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你这样做下去了以后，你今天带你的长辈来，或者是带你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们不见得能够接受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喷，就是一直被念。那加一人一句的话，你可能就被淹死了。
所以的话呢，这个东西要去考虑到，就算你今天对风水不是很有概念的话，你也不要忘记你身边的人可能是很在意这种东西的。那当然，如果今天你都可以排除外界的声音，你就想要过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空间的话，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大家是群居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呢，我们通常还是会去多少在意人家的一个看法，要不然的话，正常人就不会跑去买房，也不会跑去装修，甚至是装修到一个喜欢，多少还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别人的认同跟称赞，尤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有些风水的基本的概念的话，其实还是要顾的。那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拿出来讨论，或者是你做个功课，然后呢，在一个你可以接受的方式下，再把你的装修设计去把它完成，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好，那前面说了这么多了以后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的空间的装修设计上面呢，需要做出取舍。什么样的一个取舍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设计作品呢，其实来自于欧美。那欧美的这个元素呢，它通常是不会带入风水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将它移植到我们台湾的建筑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个冲突点。比方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裸露天花板，到底适不适合你？再加上欧美的设计主张就是开阔的空间感，但是呢，在我们台湾的风水里面呢，其实是有个分区的概念的。我们进门的话会有玄关，再来是客厅、餐厅、房间，类似这种分区，而且是有主从关系的。但是欧美却不会这样想，它可能会把全部都打成同一间，然后全部做一个开阔，去争取最大的一个空间感。然后它的摆饰的位置或者什么的，他们会有他们一个逻辑，跟我们是相违背的。那如果说今天你有丝好好的去 care 到风水至于你的运势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要犹豫了，你就往风水这边走。那如果说其实你不会很介意这件事情的话，当然你是可以往欧美那边靠的。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自己要想清楚，将你的一个需求跟你的设计师先讲好。你是设计师，你就要先跟你的客人沟通好，要不然到最后鬼打墙弄了很久以后，你还弄不出一个东西，本来是一个美式一桩，然后就变成一个打烂仗一样，搞在那边很久都搞不清楚。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对风水这件事情到底介意吗？在意多少？充分给对方知道，你也提出你的主张，然后互相去讨论，这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哦。好，那今天我要为大家总结一下，风水这种东西信者恒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先尊重对方的一个宗教信仰，然后去跟对方做一个沟通，然后去理解到国外的一个设计跟我们这边本地的一个设计的风水的一个冲突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去这样子做了以后，你才能去最快的去找出一个大方向出来以后，再去做一个细节的一个配置讨论。要不然的话，如果整个大方向一开始就错了，你今天想要去台北，结果你只往南走，你永远也走不到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大方向是好的，我们总有一天就会把这个事情都尽善尽美，就把它完成化了。好了，这以上就是我的一个观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那如果希望我在拍什么，或是想要有什么东西想让我知道的话，也在底下跟我留言哦。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拜拜。